上车，我送你回去。你什么时候从杭州回来的？昨天晚上，夜里11点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恰尾，我顶了尾子。来，为杭州孩子们的健康干一杯。我在杭州送你的戒指呢，卖了。那可是我送你的。纠正一下，那是我自己的。那也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抢回来的。那我就应该感激涕零，当神一样供了，是吧？我一个人独立习惯了，不习惯对他人敞开心扉，也不习惯信任他人。我也是。我从小受到的训练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要想活下去，就要靠技术，靠谨慎，不能靠他人。所以，你跟我交往，也在用技术。我们两个都是以不信任他人作为信条。一开始，我是没有相信你，就像你一开始没有相信我一样。在游轮上为什么救我？我讨厌一群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。就是说，这个女人不管是不是我，你都会去救。我要说不是，你信吗？你只是因为寂寞，找一个人玩玩感情游戏。你真的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吗？你不是吗？我只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你。我不需要。不好意思，弄疼你了。
少将与人呢？他今天应该陪行长去政府大楼开会了。我看一下上周的出勤记录。哦，好。花小鱼怎么会出勤呢？他不是去杭州了吗？那天是出差，算出勤啊。6号他在哪儿6号，他在杭州。他有不在场时间。先找下一个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你明天干嘛？有事儿啊？请你吃饭。你有话想对我说？我想你也有话想问我吧。那就今晚吧，7点，来我家里。来早了。进来。送你的。谢谢。放那儿吧。请坐。味道怎么样？我专门为你做的。
牛肉是好牛肉，就是想杀了我，动手吧。女人就是女人，想放不敢放，想杀又杀。我就说你舍不得吧，要不你早把我害了，早把我毒死了。少来这套，对我没用。人长得那么美，心怎么那么黑呢？这女人对男人啊，只有两种态度，要么动心，要么动心眼儿。这动心呢，就往死里爱的；动心眼儿，就往死里整。那你是对我动心了？被我说中了。他们已经发现你了，可能很快就找到这儿来。那天就是你戴着这个假发，站在天台上狙杀汉典，而且你的肩部有枪伤。然后呢？近期不要有行动，蓝冰已经盯上你了。蓝冰，你救的那个女人，对，我的同事。同事要守身相救啊！吃醋了？少废话，说，你跟我说这些话，哪些是真的？除了身份，其他都是真的。牛排还能吃吗？我饿了。谢谢你的晚餐，我该走了。谢谢你的玫瑰。等一下，送给你。什么意思啊？奖励啊！谢谢。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收到玫瑰。我也是。
来也不说一声。想给你个惊喜。花儿挺漂亮，我是不是有嫂子了？什么样的人？什么嫂子呀？普通朋友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？你也老大不小了。我就碰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，是吧？什么样的人？漂亮，有多漂亮？你想象不到的漂亮。反正我第一次见到她，我就发誓，这辈子啊，非她不娶。真的？那得好好庆祝一下。等有时间，带我见见弟妹。行，你也叫上你那位，咱们4个一起见见。你去日本军校深造2年，回来就在图书馆待着，有点大材小用吧？图书馆挺好的，清静。清静。这酒真难喝。难喝吗？我喝着挺好的。好什么好啊？味道都变了。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，而我们必须学会适应。那天在废弃化工厂，我看见你了。你是那个枪手？是。你们手上那块法皮模板，特密组势在必得，而且他们已经盯上你了。赶快转移！特密组，那可是鬼都怕的地方。你不是在图书馆工作吗？有些事情不告诉你，是对你好。你从小就这样，长大了还这样，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你想保护我，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。我觉得咱们以后可以改变一种交谈方式，你可以不告诉我，但是别骗我。就像我一样，你问我给谁工作，我没有告诉你，但是我没有骗你啊。是不一样了。这2年改变很多。好，我接受。还有什么？今天晚上一块儿说了吧。坐。汪精卫，那是日本人的傀儡，他给日本人干事儿，他欺负中国人，名不正言不顺，你为什么要给他卖命啊？咱们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聊这些？不能不说，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以后咱们兄弟俩有可能会枪口相向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？而且我告诉你，现在全国都知道，只要给汪精卫干活的，那都是汉奸。哥，咱不干了，你到我这边来，我给你做保，咱们兄弟俩一起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儿，好不好？慧慧，有些事情1句2句说不清楚，也很难说清楚，你明白吗？你
再考虑考虑。等你考虑好了，你知道在哪儿找我。这是监听季云中家的时候发现的。他接起电话没说话，可能对方也没有说话，但是查不到这个电话的来电记录，说明季云中特意抹去了这个电话记录。通话时间呢？和韩天的通话时间一致。季云中就是胡河。开始。中暑舰发行成功，也有劳兄弟的支持了。是您把路都铺到我面前了，我还得谢谢您呢。哈哈，言重了，兄弟。改天我专门登门，当面道谢。和摩托车相关的修车厂已经缩小到了3个，全部都在监控范围内。明天会以查税的名义对这3家修车厂进行一次全面调查。那2个杀手排查的怎么样了？女杀手这边第1轮已经排查完毕，没有头绪。每一个你都亲自检查了吗？有1个没有，花向宇，但是他有不在场证明，他在狙杀韩天的第2天才从杭州回到上海。如果花向宇有问题，把录屏给我打回来。完成对大通银行、季云中家以及和季云中相关的所有电话线路的监听，无论他去哪儿、和谁吃饭、和谁见面，都在我们的监控范围内。然后呢？所以你要去检查一下花向宇。你跟他是朋友，以朋友的名义出现，不会惊动季云中。我跟他其实算不上朋友，只是认识。如果花向宇有问题，当然要排查，但是我去还是不妥吧，应该避嫌吧。你不用担心，只是走个过程。他有不在场的证据。再说我的目标不是他。每一个人必须接受检查，这个不能改变。好，那我回头给他打电话约个时间。就现在吧。约什么时间？现在。
我陪你去。走。书呢？你来还是我来？我来。不好意思。干什么？抱歉。检查完毕，没有异常。站住！你们就是这么随便搜查别人的？你需要向我道歉。我们在执行公务，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。你必须要道歉。算了啊，慢走啊。哎，啊，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啊？都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人，以后离他们远一点。今天只是在执行命令，请你不要介意。如果花向宇身上有伤，你是先打死他，还是先打死我？我不知道。总得选一个吧。你不执行命令，回去怎么复命呢？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？没有如果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如果换成我就根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没想到我们俩连朋友都不算。哦对，干咱们这行没朋友，只有敌人。陆枫，对不起。
现在花向宇没问题了，我的职业却暴露在他面前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吧？我还是觉得花向宇有问题。为什么？直觉，女人的直觉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是被某种情绪误导了呢？特密组已经盯上了你，应该很快就会排查到你。到时候，他们可能会拍打甚至扯转你的伤口，而你哪怕只要有一点点的反应，就会被他们识破。这是一种新型的麻醉药，你只需要在伤口处注射0.5毫升，你的伤口及周边就会产生局部麻醉。20分钟以内，伤口和周边不会有任何感觉。也不会影响你生活中的基本行为。还有，要时刻携带，我会叮咛他们。如果他们一旦有行动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暗语是：你方便吗？你回答方便。走。货装好了吗？嵌入汽车底盘了，应该很轻松就能通过检查站。这是哪儿啊？孤儿院。小时候偷偷跑出去玩，就从这儿翻墙回来。你是孤儿？松下在发生意外之前，把这个交给我，说他假如遇到不测，让我交给你。孙老师只留下这一张照片。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。
我小时候就睡这张床。其实我在这儿待了没几天。一天夜里，我被突然叫醒，被送去了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。向你们身边的人招手！站到最后，没有保障的人可以获得自由。就这样，我被选到了特训组，后来进入76号，然后又被送到日本培训，回国后进入特密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其实感觉特别简单，好像这一切都被规划好了一样。谁知道呢？可能从我们出生就被人规划好了吧。你记得你父母吗？我经常做梦梦到我母亲，但我并不确定那是做梦还是回忆。那你爸呢？我小的时候很少见他，妈妈说他很忙，总是到外地工作。我只记得他的手很大。我也没有父母了。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死了，听说是被炸弹炸死的。我小的时候在杭州的孤儿院住了2年，后来去了日本，再后来就去了美国。然后我们就在游轮上相遇。多亏那天我们遇到了。即便我们没有遇到，我相信总会有一天我们也会相遇。刚才陆枫突然问起他爸爸的事。你说什么了？没有，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他下次再来，什么都不要说起。这事儿牵扯太多。哦，那合作我检查过了，里面没什么，就有一封信，我没有交给陆枫。你看了吗？没有。烧了吧。是。
峰传回来的情报，火河暴露了，要他们撤退吗？行动继续。今天晚上我不在家吃了。是，老爷。9点，开车去百乐门接我。是。他去百乐门见谁？上午11点打的电话，约了金庸处处长董大海去百乐门吃饭。陆峰打电话给百乐门，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订了位子。是。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？到目前为止，大门紧闭，没有发现任何人。特勤组化妆成税务已经突击检查过了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修车厂一共有6个人，4个人住在那儿，还有2个上海本地人。季云中确实在百乐门订了位子，晚上6点到9点。军中出门了。他出门带了什么东西？他是自己开车，没带司机。军中他没带司机，是自己开车。季云中走的时候给了管家3个月的薪水，应该是要逃走了。陆峰、陆堡垒，你们俩去配合严森突袭修车厂，一个人都不能逃走。是。丁胜，打电话给蓝冰，抓捕季云中，动作一定要小。是。能按时完成吗？能。模板已经交给火鹤了。交了。早就出上海了。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搜查修理厂的？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？到目前为止，大门紧闭，没有任何人出入。特勤组化妆成税务突击检查过了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厂里一共有6个修车工，4个住在那儿，还有2个上海本地人。所有人赶紧撤！你有朋友在特密组？等任务结束以后，我想把他推荐给上面，但是现在不方便多说。
咱们不都是以此为生吗？你我之间没有仇恨。如果就处长和行长的关系，我们在主席面前还算是朋友。你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成为朋友吗？在共同的敌人面前，有可能。我们怎么会有共同的敌人呢？你女儿今年24岁吧？如果还活着的话。我女儿现在在重庆。你就是靠着这种自我安慰走到今天的吗？你的女儿和妻子死于一次汽车炸弹事件中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1927年的4月20号。是22号。你看，你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。快下车！是日本人干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可能跟你合作了吧？这里面好像有一些误会。这是我从日本人那儿找到的资料。沈处长和蓝队长还没回来。他俩要是同时不在，估计是在另外一个行动里。还有另外一个行动，什么行动？具体我也不清楚。记得我们15、16岁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总以为投身战场就能成为所谓的英雄。直到身经百战，侥幸存活下来，才知道现实和理想差距太远。年轻时脑海里的战争是勋章、荣誉，而现实中是流血死亡。没有谁能够毫发无伤地走过战争。是啊，即便你能侥幸，但是你的家人也会代替你付出代价。我们用谎言，尽可能地赢得身边所有人的信任，然后用谎言巩固谎言，沉浸在谎言中无法自拔。我们对组织忠诚，但最终会被组织怀疑，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是说谎。你是想用这些来说服我吗？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？说。如果此时咱俩换一换，你会背叛吗？
会吧，我更相信活着的意义。看来你不了解我，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。你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。保持忠诚。你的忠诚一文不值，那是愚昧。他们能够杀你的家人，就能够杀你。谈谈你的条件。你能给我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一个豁免权，一个日本的合法身份。你能给我什么？我能让你多活几年，而不是过几天就死。你是说有人要刺杀我？你现在还属于摇摆期，我需要你给我一个定心丸。怎么给？模板在哪儿？汽车的底盘下面。是他出卖了你。院长，对不起。
哎，上哪儿去啊？借个厕所，在那边。他是我们的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负责搜查他们家，看到了我们的密码本。这么说，沈笑也知道了？应该知道了。寒天叛变，死有余辜，为什么要对松下老师下手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松下的上线就是我。不是火鹤吗？他只是成功的把线索引向火鹤，他光荣的完成了任务，我们会永远记着他。你现在有个新的任务，去找一把钥匙。松下千雄死了，下一个就是你。听说过火鹤吗？火鹤，你知道火鹤？抽根烟。
能不能想仔细看一看？技术科的分析报告过来了，头发是人工合成的，这种假发主要是在电影工业发达的欧洲和美国有，所以杀手很有可能是具有留学背景的女性，为了迷惑我们而故意戴的假发。因此，杀手本人应该是长发。接下来我们要排查的是22到28岁，长发、有留学背景、身上有伤的女性。